小妖和相柳月下谈心时，相柳博吻小六了很久。很多读者问，如果不是吸血，而是亲吻，为什么小六还要说怎么吸这么久啊？不是吸血，只是亲吻，为什么要亲这么久？站在相柳的角度来说，两人已经来来回回这么多次的邀请和正面回应，确实应该圆房了。但站在小六的角度来说，心动是心动，恋爱是恋爱，亲吻是亲吻，成婚是成婚，圆房是圆房，每个过程都应该有个时间，有个过程，有个递进。小六在流落大荒这300多年的时间里，已经知道人神妖是不同的，他的爱情观和婚恋观是单一的，但他能理解相柳的爱恋观和他不一样。也就是说，小六是知道相柳的爱恋观就是直球式的求偶。为什么相柳第一次吸血，小六是害怕的，第二次吸血就不怕了？是因为相柳清清楚楚的知道，小六逃避似的知道，一是小六的身体是个宝贝，二是小六的身世暴露了。看看他宁愿冒死也不回浩陵就知，小六对于自己无法掌控的事物，一直都是逃避的态度。小六不是不知道身体和身份双暴露，但他选择了逃避。不论哪一个，小六当时的情况，要么是相柳现场把他吃干抹净，要么是把他抓回营帐。如果抓回营帐，要么是囚禁并公开他的身份，和西岩浩陵谈条件，要么是真的长期吸血。所以相柳第一次博吻他时，小六差点吓死。然后相柳推开他后，他马上跑得远远的。相柳上雕背时，他不敢上，因为他不知道相柳会把他带到哪里去。但当他坐上毛球，看到相柳是送他回家的时候，他就想明白了。他非常清醒地知道，他和相柳两情相悦，而爱他的人是陈荣军师相柳。那么只要他一心只想做清水镇的文小六，和西岩国也好，浩陵国也好，都没有半点关系。因此第二次相柳夜访香闺要求圆房的时候，小六回应了不怕，并且说了不怕的原因，你没吃我，只是喝了血，所以不怕。这个话有2个意思，一是我知道你不会为了增进灵力吃了我，你对我的爱高于现实价值，也就是说你不会牺牲我；二是我知道你不会拿我当人质，你对我的爱高于2国相争，你不会抛弃我。所以相柳听到他这么说，才会高兴地扶起他脖子上笑完，然后才起身问他什么时候能吃，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圆房。小六给的是非常直接的回应，人和身体都是你的，你想怎么处置都行。很多人说这个解读是扯，说小六根本不懂，小六只是男生，除了这个假身体，所有都是女性。他和老木狐狸一起去抓串子的时候，狐狸看了他2眼，他就马上懂狐狸想了什么。如果说是因为当时串子正在做的事情让他们尴尬，那么小六一开始就不会在那种情况下去戏弄狐狸。如果说小六喜欢狐狸，这时候狐狸看他，他就会做出正向回应。但实际上小六情窦初开，看到串子和桑田二起了玩心戏弄狐狸，然后看出狐狸的心思，然后尴尬地跑了。他对狐狸做出了拒绝的回应。再来看看他和相柳，每一次的邀请，每一次的回应，都是张力和吸引力。小六太懂了，懂到他非常清楚地对麻子说出来，是愿意睡一次还是睡一辈子这种话。那么问题来了，2个男的怎么圆？2个男的不能圆。所以相柳为什么在求圆房这天，面若桃花眼含笑地说了第2次，又撒谎？好好品一品吧。现在回到本节的主题上，树上亲吻为什么这么久？因为相柳收回了各种正向回应，然后他需要等待小六现真身。在相柳看来，小六用了唤醒术，而且是一种他看不穿也破解不了的唤醒术。他能做的就是不断邀请，然后等待。在他求偶的过程中，每次对方都给了回应，如果对方同意圆房，就应该现出原身。前几次对方接受了求偶，但拒绝了圆房，这次是主动来，澡也洗了，身体也给了反应，那相柳就一定会锲而不舍地等待小六变身。结果小六先是说出了下次再吸的话，接着再次提出对相柳九头身的好奇，这才是前面几集相柳动不动呲牙的原因啊，和情绪稳不稳定没有关系。这次小六又提，站在相柳的角度来理解，那就是小六提出了自己露真身的条件，你先现真身。有了前2次的打底，相柳就直接露牙了。但小六虽然吓了一跳，也明显没有以前那么怕了。蛇蛇就先收起来，问今天晚上行不行？
小六说今晚不行，然后给他讲了一个恐怖故事，狐狸杀蛇。听到蛇被狐狸杀了的时候，相柳还觉得挺有意思，老婆玩心是真大啊。但是听到小六说自己把狐狸杀了，然后说了和狐狸的相处，并再次搅动了相柳的心神，让他陷入过往的回忆后，相柳发现这可能不仅是个故事，所以他有点失望地问，你的意思是，我就和那条蛇一样，都是你排解寂寞的游戏？小六又给了他正面的回应说，也许我也是逗你开心的那条蛇。相柳回头想了一下，他是真的想了一下，才回过味儿来，好吧，既然你说自己也是蛇，既然是相互逗弄，那么还是来说正事儿。对相柳大人来说，他和小六的正事儿那没别的，就是圆房，但对方不同意，肯定是有条件。相柳自己想了也没想明白，设计弓箭也不是一下就能好。话都说到这儿了，那就等你说正事儿，是要彩礼还是提条件？是要看真身还是办仪式？你说，我等着呢。但是站在小六的角度是，今天的约会很有质量，该说的我都说了，心意也表明了，对你和狐狸的态度也表明了。今天晚上我很开心，咱们下次继续约。今天咱俩约会这么久了，还得给串子把问题解决了，免得回家被家长逮住不好交代。所以相柳问他正事儿，他就说串子的婚事，说相柳不弃肯定是假的。结果小六这个大聪明发现不是相柳在捣鬼以后，居然打算走了。谁是相柳，谁不气绝啊？腰柳圆房是长相思整个故事最大的暗线之一。如果我们看不懂清水镇的这些暗线，就不会明白腰柳的感情为什么会让那么多人意难平。如果看不懂腰柳二人是在一开始就相互知道对方身份的情况下，发自心底的迎接爱情的喜悦，那么就看不懂为什么相柳已经到了龙骨峪，但放心的让小六落到苍玄手中。如果看不懂清水镇腰柳定情，就看不懂龙骨峪外相柳所吻为什么小妖拒绝。如果看不懂串子为什么叫串子，麻子为什么叫麻子，老木为什么叫老木，那肯定也看不懂春桃为什么叫春桃，桑田儿为什么叫桑田儿，以及涂山璟为什么叫叶十七，我们就不会知道是串子串起了腰玄景柳的命运线索，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丰隆府上，小妖唱歌和妖精踏歌要穿插相柳拼杀，为什么小妖一直在问你是谁，相柳一直反问你希望我是谁，互相打哑谜。如果看不懂腰柳的感情线，也注定看不懂妖玄的感情线，看不懂腰柳和妖玄，也无法理解妖精线。那么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小妖的人设为什么是一个清醒独立的大女主，为什么桐华老师说这是他写作手法最成熟的一部作品。如果读不懂这些，就不知道桐华老师对读者和观众抡起了一把什么样的圆月弯刀，又是如何把这把刀来回的刀在我们的岁月和生命里。如果读不懂这个系列的长相思解读，那么祝福你，我希望你永远读不懂，因为这把弯刀对你而言只是橱窗里的精美商品或博物馆里的华丽展品，那么用爱情点缀你的生活就好。如果你能读懂我的解读，我要抱抱你，因为在这把圆月弯刀的回旋屠杀中，我们还如此坚韧，为了某个渺茫的希望绝不放弃。